今天我们来聊聊欧洲最穷的10个国家。提起欧洲，许多人会联想到富裕与繁荣，毕竟这片大陆上有许多全球最发达的国家。然而，您可能不知道，在欧洲的一些角落，人们的生活竟然和某些非洲国家一样艰难，甚至更穷。有的国家经济困顿到让年轻女性不得不远赴海外寻找出路，甚至沦落到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养家糊口。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小说桥段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当代欧洲的故事。到底是哪10个国家这么穷困？他们为何落到如此田地？而最穷的那个国家更是让人唏嘘，生活艰辛到了极点，却偏偏盛产美女，真是造化弄人。现在就让我们倒数揭晓欧洲最贫穷的前10名国家及其背后的原因。第10名是保加利亚。作为2007年加入欧盟的成员，保加利亚经常被称为欧盟最穷国。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曾在社会主义时代拥有一定工业基础，但转型市场经济后发展缓慢，平均薪资远远落后西欧。许多保加利亚家庭每月收入仅够糊口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人口持续外流，年轻人纷纷离开家园，前往德国、英国等富国寻找更高薪的工作。保加利亚的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900万骤减到如今不到700万，被称为全世界人口萎缩最快的国家之一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村庄里1半以上的年轻人都已出国谋生，只剩老人留守故土，村中的学校因没有学生而关闭，田地荒芜。这正是保加利亚许多乡村的写照。虽然加入欧盟带来一些资金援助，道路和基础建设有所改善，但经济增长依然赶不上人口流失的速度。超过30%保加利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许多家庭依靠务农和微薄的社会补助勉强度日。面对这种困境，一些有志之士开始返乡创业，希望带回海外学到的知识来重振经济。然而，要让保加利亚真正脱离赤贫，缩小与西欧的鸿沟，显然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。第9名，让人跌破眼镜，俄罗斯。没错，幅员辽阔，拥有核武和石油的俄罗斯，其人均收入水平竟然在欧洲垫底行列。表面上看，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，总 GDP 数字很大，但那多半来自石油、天然气等资源财富，真正反映到每个普通人身上的收入并不高。俄罗斯全国有将近1亿4千万人口，但贫富差距极大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灯红酒绿，人均收入接近西方国家水准。可是在辽阔的乡村和偏远的西伯利亚小城镇，却随处可见破败的木屋和平坑洼的泥路，居民月收入可能不到莫斯科白领的1/10。苏联解体后的经济阵痛，90年代的剧烈转型和奥利加尔西寡头攫取财富，使得国家财富高度集中。据统计，俄罗斯最富有的 10% 人口掌握了全国大部分财富，而约2000万俄国人仍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。不仅如此，俄罗斯长期依赖能源出口，经济结构单一，导致很多行业无法提供足够就业机会。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找不到对口工作，只好从事薪资低微的工作，或干脆离开国家。近年来受到国际制裁和经济放缓影响，卢布贬值，通货膨胀，使普通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试想，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，军事强权，竟有许多公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，这是不是很讽刺？俄罗斯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庞大的 GDP 总量掩盖不了普通人钱包的窘迫。当财富不能公平分配，再强大的国家也会有贫困的角落。第8名是黑山共和国，蒙特内哥罗。黑山位于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沿岸，以绝美的山海风光闻名。然而风景再美，填不饱肚子。黑山全国仅有约60多万人口，经济体量很小，是名副其实的麻雀国。它在2006年才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，属于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。黑山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，每到夏季，蔚蓝的海湾和中世纪古城便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涌入，当地人靠旅游收入度日。然而一到旅游淡季，沿岸城市就门可罗雀，许多人失业在家，经济陷入停滞，季节性的旅游收入无法提供稳定的全年生计。
这使黑山人民均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。此外，黑山工业基础薄弱，国内缺乏大型企业，年轻人大多学点服务业，技能就外出挣钱。更糟的是，为了发展基础设施，黑山近年来举债新建了一条宏伟的高速公路，据说造价高昂且尚未完全建成，被戏称为通往荒野的高速路。这笔巨额贷款让黑山背上了沉重的国债负担，经济却未见同等增长。黑山甚至因为财政困难，一度需要国际援助来偿还债务。想一想，一个风景如画的海边小国，人民却为了温饱发愁，靠天吃饭，旅游旺季，还要担心债台高筑，是不是很让人唏嘘？黑山的年轻人对未来感到迷茫，不少人选择移民他国寻找机会，导致本就稀少的人口更加流失。美丽的黑山如今正面临留不住自己子民的尴尬处境。第7名是塞尔维亚。身为前南斯拉夫的核心共和国之一，塞尔维亚曾经辉煌一时，但9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和制裁让这个国家元气大伤。塞尔维亚约有700万人口，地处巴尔干内陆。历史上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的动荡，尤其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遭受的轰炸，使得工厂、桥梁等基础设施被毁，经济倒退严重。在那之后，塞尔维亚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，钞票面额一度高达数十亿，蒂纳尔钱币几乎变成废纸。虽然后来经济有所稳定，但直到今天，塞尔维亚的人均收入依然不高。该国经济结构主要依靠中低端制造业和能源业，例如生产汽车零件、基础金属以及一些农产品加工。这些行业附加值不高，工人工资水准有限。许多塞尔维亚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错，却因本国缺乏高薪工作，不得不外出闯荡，比如到德国当工程师或到北欧当 IT 人员。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一半的塞尔维亚大学生希望毕业后移民，导致国内人才大量流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尽管塞尔维亚政府近年来也在努力招商引资，提升经商环境，但因为尚未加入欧盟，贸易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，一些大型投资却步不前。另外，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也拖慢了经济进步的脚步。可以说，塞尔维亚目前介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，人民生活水准不高，但尚能维持。然而，相比同样是前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，如今归入欧盟的克罗埃西亚，塞尔维亚明显在富裕程度上落后了一大截，难怪年轻人心生不满。当然，塞尔维亚人也颇为坚韧，他们经历过战火和制裁的考验，对苦日子并不陌生。只是要让这个巴尔干内陆国真正繁荣起来，还需要更多和平岁月和改革积累。第6名是阿尔巴尼亚。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，面向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。提起这个国家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曾经极端封闭的历史。冷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执政者霍查实行与世隔绝的集权统治，整个国家仿佛一座巨大监狱，经济发展几乎停滞。上世纪90年代，共产政权倒台后，阿尔巴尼亚陷入了混乱。最著名的是1997年的金融崩溃，大量民众投入积蓄，参与非法的金字塔骗局，类似传销集资，结果骗局崩盘，人们血本无归，引发全国性骚乱，政府几乎垮台。这段动荡历史让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，直到21世纪，阿尔巴尼亚才逐步恢复秩序，并开始经济改革。然而，由于起点太低，再加上长期与国际市场脱节，阿尔巴尼亚目前依然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。农业和服务业是主要支柱，但农业以小规模家庭耕作为主，生产效率低；服务业则以旅游和外出劳务为主，国内难以创造足够就业。阿尔巴尼亚的人均 GDP 虽逐年提升，但与西欧相比差距悬殊，许多农村地区仍存在缺电、缺水、道路失修的情况，仿佛停留在几十年前。该国约有300万人口，然而据统计，有超过100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国外，主要在希腊、意大利等地务工，靠寄回的汇款养活家乡的亲人。可以说，阿尔巴尼亚经济对外劳汇款的依赖程度极高，如果没有在海外打拼的同胞接济，许多家庭将陷入赤贫。
尽管政府也希望吸引外资发展旅游，比如以其原始纯净的海滩和廉价物价来招揽游客，但要摆脱欧洲最穷国之一的帽子，阿尔巴尼亚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个民族饱经沧桑，人民顽强不屈，他们盼望着融入欧洲大家庭，过上富足生活。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，勤奋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只能暂时忍耐清贫，继续用汗水和韧性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第5名是北马其顿。北马其顿共和国，简称北马其顿，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，是一个内陆小国，人口约200万。这个国家的名字颇具戏剧性，多年来它为了名字问题与邻国希腊争执不下。由于希腊也有一个叫马其顿的大区，双方对马其顿这一称呼的归属闹僵，导致北马其顿独立后很长时间无法以正式国名加入国际组织。直到2019年，该国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，终于解决纷争，为加入北约和寻求欧盟候选国地位扫清道路。然而名字解决了，经济困境却并未随之消散。北马其顿的产业基础薄弱，以农业和一些轻工业为主，出口商品主要是食品、金属和服装等低质产品。国内市场狭小，对外贸易依赖邻国，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影响。更麻烦的是，北马其顿自独立以来，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，长期以来官方失业率常年在 20% 到 30% 之间浮动。也就是说，每4-5个劳动年龄人口就有1人处于失业状态。虽然部分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，但也反映出许多人找不到稳定工作，只能在灰色经济、非正式经济中讨生活。首都斯科普里有不少年轻人在咖啡馆打工或从事临时性服务业工作，收入勉强度日。许多人还得靠在农村老家的亲戚送来自家种的蔬菜水果贴补生活。面对如此窘境，北马其顿的年轻一代也大量外流，前往西欧国家寻求更好的机遇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内的劳动力和创新动能。令人感慨的是，马其顿地处欧洲文明的十字路口，历史上曾见证无数辉煌岁月，如今却沦为欧洲的经济边缘。在街头随处可见年代久远的汽车和简陋的店铺，与西欧的富裕景象形成天壤之别。尽管北马其顿人民勤劳质朴，但面对结构性的经济困境，他们能做的似乎只有耐心等待，希望有朝一日欧盟的大门向他们敞开，带来更多投资和发展机遇。第4名是波士尼亚和赫塞哥维那，简称波黑。这个名字拗口的国家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内陆，曾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。波黑在1992年至1995年间经历了惨烈的内战，是2战后欧洲领土上最血腥的冲突之一，给国家留下深深的伤痕。战后近30年过去了，波黑的经济依然举步维艰，人均收入停留在欧洲末段班。造成波黑贫穷的原因错综复杂。首先，内战导致产业凋敝，基础设施被摧毁，许多工厂永远无法恢复，至今还能在波黑各地看到战争遗留的废墟建筑。其次，波黑的政治体制异常复杂臃肿，根据戴顿协定建立的和平框架，波黑被划分为2个实体：波士尼亚、赫塞哥维那联邦和塞族共和国，以及一个由2者共管的布尔奇科特区，各族共享权利。这种3头6臂式的统治理论上保障了各族平衡，实际上却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。为了满足各族群的配额，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人浮于事，官僚主义严重，投资者往往对繁琐的程序和潜在的族群紧张敬而远之。再者，失业问题同样困扰波黑，官方失业率常年在 20% 以上，年轻人更是高达近半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。很多波黑人依靠亲友接济或在灰色地带挣钱度日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波黑各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加重了社会矛盾。例如，克罗埃西亚族聚居的地区经济稍好，而波族穆斯林和塞族部分地区则更加落后，这也影响了全国的整体发展步伐。尽管波黑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如举世闻名的莫斯塔尔古桥，旅游业有一定潜力，但基础设施落后和国家形象问题限制了旅游收益。许多波黑人对现状感到失望，纷纷选择移民西欧。
尤其是青年人才外流严重。试想一下，一国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口想离开自己的出生地，这对国家的未来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波黑从战火中重生，但经济困境犹如内战留下的阴影，久久无法散去。现在进入前3名，您也许已经发现了一个有趣又心酸的现象。目前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曾处于共产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下。不论是苏联解体还是南斯拉夫瓦解，这些国家在历史巨变中迷失了经济方向，至今仍在转型的阵痛中挣扎。接下来的3个国家也不例外，而且他们的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第3名是白俄罗斯。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，与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波兰等国接壤。提到白俄罗斯，很多人会想到欧洲最后的独裁国这样的称号。自1994年起，执政至今的领导人让白俄罗斯保持了强力的集权统治，也保留了不少苏联时代的经济模式。白俄罗斯的人均收入长期在欧洲垫底，和其工业基础不无关系。虽然白俄罗斯在苏联时代是工业重地，有机械制造、军工等大型工厂，但现在经济依然以国营企业为主，市场活力不足，国家对经济管控严厉，私有化改革非常有限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俄罗斯式的寡头乱象，但也导致外资不敢大量进入，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。很多工厂设备老旧，生产效率低，勉强运转主要为了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，而非真正盈利。结果就是工人工资提不上去。白俄罗斯普通劳动者月薪折合美元可能只有200-300元，美金对于欧美国家的人来说几乎难以生存，但在白俄罗斯却是常态。因物价相对低廉，这些收入勉强够过日子，但绝谈不上富足。更大的打击来自近年的政治动荡和国际制裁。2020年，白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后，西方国家对其实施了制裁措施，影响了白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和金融环境。再加上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，白俄罗斯因支援俄罗斯也遭受更多制裁，经济雪上加霜。很多年轻有技能的白俄罗斯人选择逃往邻国，比如波兰、立陶宛等地，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。白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一方面深陷旧体制难以革新，另一方面又受地缘政治牵连。对普通百姓而言，每天最实际的问题是如何让钱包鼓起来，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然而在通货膨胀和低薪的夹击下，他们只能过着勤俭节约的日子。也许在明亮整洁的明斯克街头走一圈，您会觉得这里不算太落后，商店里商品齐全，人民也衣着体面。但请别忘了，那背后是多少补贴和控制换来的表面体面。白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更像潜伏的暗流，一旦外部援助减少或内部矛盾爆发，普通人的生活可能立刻陷入困境。如今他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部分中等非洲国家，实在令人唏嘘。第2名是乌克兰。乌克兰曾被誉为欧洲粮仓，拥有肥沃的黑土地和发达的重工业基础，在苏联时代制造过航空发动机和航天器。按理说，如此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该这么贫穷，但现实却相反。自苏联解体以来，乌克兰经历了反复的政局不稳和经济停滞，政府腐败、寡头垄断、法治不健全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，使得外资却步，本国企业也缺乏竞争力。2014年的政局巨变和随后的克里米亚危机、东部战争，更是让乌克兰经济雪上加霜，大批工厂停产，原本富庶的顿巴斯地区成了战场废墟。即便在全面战争爆发前，乌克兰的人均 GDP 就已在欧洲敬陪末座之一，年轻人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。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人选择移民波兰、捷克等邻国，从事技术或蓝领工作，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他们找不到足以养家的薪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克兰女性因勤奋能干且教育程度高，在国际护理和服务行业很受欢迎。走在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城市，不少照顾老人的看护和保姆就是乌克兰大姐，她们远离家乡赚钱寄回去供孩子上学。这幅画面让人心酸。
本应在自己国家建设家园的一代人，如今却沦为他乡的劳工。更令人痛心的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，直接将乌克兰经济打入谷底。战火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，千万人流离失所，大批企业关闭或外迁。乌克兰政府为了应对战争开支，不停举债，货币贬值，通胀飞涨，普通百姓的生活愈发艰难。如今的乌克兰可谓满目疮痍，人均收入降至谷底，在欧洲吊车尾，甚至低于某些非洲国家。试想，20世纪工业强国之一，如今经济倒退到这种程度，世事变幻，实在叫人唏嘘。然而，乌克兰人民也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团结。战争中，无数平民挺身而出，保家卫国，同时互相扶持，度过物资匮乏的难关。只是不知战争何时能停歇，和平重建的那一天又何时才能到来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乌克兰恐怕都将背负欧洲最穷之一的沉重名号，等待历史的新转机。第一名终于来到，摩尔多瓦，这个位于东欧小角落的内陆国家，长期以来在各种排行榜上稳居欧洲经济末位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穷国家。摩尔多瓦仅有大约260万人口，国土介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，没有出海口。历史上它曾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，二战后被并入苏联。1991年独立后，摩尔多瓦承袭了一个农业为主、工业薄弱的经济结构，又碰上苏东剧变初期的经济崩溃，可谓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。独立后没多久，国内讲俄语的德佐地区、德涅斯特河左岸及所谓沿河州，又因不满中央政府而爆发武装冲突，最终那片土地在俄军支持下实际脱离了基西讷乌政府的控制，形成德佐共和国这个未被国际承认的分离政权。这使得摩尔多瓦元气大伤，本就不大的国家更加四分五裂，投资者对政局稳定性产生疑虑。经济上，摩尔多瓦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，比如葡萄酒、蔬果、廉价衣物等，附加值很低。工业方面几乎没有大型现代工厂，年轻人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。据统计，摩尔多瓦国内失业率数字看似不高，但那是因为劳动力大量外流，许多摩尔多瓦人根本不在国内找工作，他们选择直接出国谋生。保守估计，摩尔多瓦有超过1/4的人口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。这些侨民主要分布在俄罗斯、西欧和中东欧各国，从事建筑、服务、护理等行业，将挣来的钱寄回家乡养家。可以说，摩尔多瓦经济很大程度上靠海外汇款在支撑，留在国内的多是老人和儿童，以及一部分无法走出去的人。城市中月薪仅有几千摩尔多瓦列伊，折合不到$200的工作比比皆是，令人难以为生。一些年轻女性绝望之下会选择铤而走险，有的通过婚介嫁给外国年长男子，希望借此改变命运；有的甚至被人蛇集团诱惑或欺骗，沦为跨国妓女圈养的对象。在摩尔多瓦乡间，时常可以看到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的村庄，青壮年几乎消失殆尽的凄凉景象。这种情况和非洲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极为相似，年轻劳力大量外逃，国内发展陷入恶性循环。难怪有人惊呼，摩尔多瓦的贫穷程度直逼非洲最不发达国家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摩尔多瓦虽然经济穷困，却因盛产美人而小有名气。由于民族融合的缘故，摩尔多瓦女性容貌姣好，身材高挑，在国际选美比赛和时尚圈崭露头角。有人曾戏称，摩尔多瓦出口最多的不是葡萄酒，而是美女。然而，对许多摩尔多瓦年轻女孩而言，美貌成为了她们逃离贫困的少数资本。有人当上模特或参加选美以其改变人生，但更多人面对的是残酷的现实。国内没有机会，出国又举目无亲，步步惊心。摩尔多瓦政府近年来也试图改善经济，比如寻求与欧盟加强经贸合作，吸引投资建厂，同时打击腐败，提高治理能力。但短时间内要让这个欧洲角落的小国摆脱贫困标签，恐怕并不容易。摩尔多瓦的故事既令人惋惜，又发人深省。美丽的面孔背后，往往是辛酸的故事。富裕的欧洲版图上，也有被遗忘的角落。以上就是欧洲最穷的10个国家。
这份榜单看得人不免心情沉重。在富庶的西欧、北欧映照下，东欧和巴尔干这些地区的困顿更显得刺眼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榜单中的国家几乎清一色有着相似的历史烙印，计划经济的遗产、战争的创伤、转型的阵痛，交织成他们今日贫困的成因。当然，我们也该注意到，虽然这些国家人均收入低，但在教育、医疗等方面，有些人保有不错的基础。贫穷的样貌或许和非洲内陆那些极端赤贫有所不同。然而，对生活在其中的普通百姓而言，穷就是穷，日复一日为柴米油盐发愁，年轻人看不到前景，只想离开家园，这种无力感是共通的。或许未来几十年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和全球经济的发展，这些国家有机会逐步缩小差距，告别最穷的头衔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富裕社会应该从他国的贫困经验中汲取教训，珍惜和平稳定的可贵，关注那些被遗忘角落的人们。当我们谈论灯火辉煌的巴黎和柏林时，也别忘了在地图的另一端，基西讷乌和蒂拉纳的万家灯火或许依然暗淡。一个欧洲，两种天地，这正是当今现实的写照。希望总有一天，欧洲版图上的每个国家都能繁荣富足，不再有这样令人唏嘘的贫穷榜单。